混账！接着奏乐，接着舞，接着奏乐，接着舞。真的很无聊。可是大家喜欢看的是这个。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史人驾到了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到底有什么好笑的啦？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史人驾到了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不要笑场啦！你要不要先笑完再？因为我用这个东西来作为开场，很有意思啊！就是这样子干嘛笑场？我说，因为这一集我实在是一开始不笑。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史人驾到了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一集要来聊聊的是《三国》这个电视剧的第55集。这一集的开场呢，终于来到了一个迷因的名场面了。每次看都觉得每次都好笑啊！它就是著名的接着奏乐，接着舞。不干你们的事，接着奏乐，接着舞。这一期的剧情呢，一开始就呈现了刘备在东吴过着酒池肉林的爽日子啊。这个时候呢，赵云就看不下去了，就指责刘备这样不应该啊。我记得这个场面就是那个赵云一进来啊，就去摔那个乐器，然后主公你变了。然后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明明他应该是一个义正言辞的场面，但是搭配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整个一开始让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一开始觉得很有喜感，直到后来就是双方之间的对话，尤其是那个刘备就讲说，不关你们的事，因为他把赵云给骂走嘛，然后他就说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台词怎么这么的没有三国的史诗感？后来我其实一开始并没有觉得说多大的讶异啊，就是说这怎么那么的粗细，只会让我觉得这样子而已。是后来在网络上开始有人把它给拼接，因为演刘备的是于和伟老师嘛，是对不对？然后于和伟老师可能就是有演过其他的电视剧，他就会放一些很魔性的音乐，就是一开始那个主公你变了，放肆！我打了一辈子仗，就不能享受吗？其实这段也是蛮好笑的啦不关你们的事，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放那种很电音的音乐，然后就出现了于和伟老师啊，在其他的电影啊或者影视剧当中这样。然后我就想说，这到底是什么？明明好像非常的神经质，但是怪好笑的。而且后来还有人就是不断的剪辑，因为演赵云的演员叫做聂远嘛，是，其实他也是有演一些其他的角色。然后我记得其中有一段，聂远先生他在其他电视剧当中去 disco， 赵云他其实也开始接着奏乐，接着舞。哇哦，网络用好多啊！网络果然是个好东西啊。那这一集我们就来好好解析有关于这个接着奏乐接着舞这个名场面，它到底背后是对比到什么样的真实历史故事喽？好，先说这个是出自于《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是这样的，就是周瑜想说我们要把刘备给骗过来啊，怎么骗过来？就说我们让你来娶我们家的孙小妹孙尚香啊，欢迎刘备过来一趟啊。然后诸葛亮就觉得说，好，我要戳破你的阴谋。怎么戳破？你们不是希望低调进行吗？因为当时孙权一听到这个计策就说，搞什么？你要我牺牲我的小妹的名节，你要这样子，我的名义老妈吴国太会震怒的。然后周瑜说，笨啊，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抖出来，不就好了吗？对不对？然后诸葛亮就是一种已经看破的表情，就说，那我偏要把这件事情给抖出来，所以才会我们之前电视剧所提到，就是一开始到了江东，然后赵云他们就开始说，我们是来娶孙尚香的，就把这件事情给曝光了之后嘛，吴国太从一开始震怒，看了刘备之后觉得说，人家果然是英雄，我好喜欢是喜欢他成为女婿。然后这时候孙权就很怒，就跑去找周瑜说，你出了什么烂主意，说什么那个来骗刘备，结果把我的妹妹给骗走了，什么烂主意？这时候周瑜赶快就是想其他的方法，就说，主公不要生气其实还可以补救的我们就让刘备吃那个锦衣玉食。你要知道刘备这一辈子颠沛流离，没享受过什么好生活我们就给他最好的娱乐，最好的美食，最好的钱财。所以我记得电视剧当中还有出现刘备说钱不够用好去找阿全拿这个样子。这其实都是取材自《三国演义》当中。那你说历史当中有没有呢？偏偏
这一段历史竟然还真的有记载，还真的有。好，我们来看一下《三国志》是有这么说的：刘备以左将军领荆州牧，被易经见权，就是说刘备啊，他跑去见孙权嘛，对不对？此时呢，周瑜就上书表示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雄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虽然说我们现在孙刘联盟刘备是弱势方，好像是刘备为你孙权服务，可是你要搞清楚哦，你看连曹操都承认说天下英雄为使君于我耳，就是天下英雄就我们2个人，连曹操都承认的家伙，再加上他有关羽、张飞这么厉害的将领，你觉得以他的野心，外加他的资源，他难道会久居于人下吗？主公，你这样子啊，可能未来刘备会成为你事业当中很大的阻碍对手。按照我周瑜的意见是怎么样呢？史书是这么记载的：余为大计以喜备治吴。什么意思？就是周瑜说，我认为啊，现在应该把刘备安置在江东，干嘛呢？盛为逐宫室，给他盖那个大房子，然后呢，多其美女玩号。什么意思？大房子里面要放什么？美女啊，玩号啊。那这边玩号是什么呢？根据后面以娱其耳目，这边的玩号其实电视剧诠释很棒，大概就是音乐跟武道相关的东西。因为在古代音乐它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事情，音乐有一个东西叫编钟，就是它用不同的金属，包含那个厚薄大小，然后去敲出不同的音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古物，就叫做曾侯乙编舟。就是说有一个侯爵啦，挖出来他的陪葬品就是一大组的编钟，那可不是一般老百姓可以买得起的东西。所以音乐、武道这些东西一般人是没有的。然后刘备这个家伙啊，看到这么多好玩的东西，又有美女，又有娱乐，他大概就会丧失他的戒心。我觉得你这边讲到的那个玩号啊，是不是也是类似电视剧里面有呈现说，这个赵云他到了那个大房子之后，看到了很多稀奇古怪那种珍奇异宝嘛，当中就有很大颗的珊瑚哦，感觉就好像是说，孙权好像就是会送一大堆那种玩具啊，然后或是一些很稀奇古怪的一些宝物，然后给刘备在那边赏玩，让他在这边过这种爽日子的感觉。我觉得这也是合理的。为什么？因为的确珊瑚在古代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宝物，物以稀为贵嘛，对不对？而且我极度怀疑这个根据是来自于魏晋南北朝的一个典故，因为后来我们都知道三国嘛，魏蜀吴没有谁统一谁，是西晋王朝统一了三国。是。其实西晋王朝刚开国没多久，就掀起了一波炫富风潮，在里面当中呢，有一个人很有名，叫做石崇，家里超级有钱。那当时有一个人就想要跟他比阔，这个人呢又比较受到当时的皇帝晋武帝司马炎的支持，所以司马炎就说：来啦，我这边有那个南方来的珊瑚对，很大颗，你拿去，这样子一定可以赢石崇。于是呢，这个人呢就拿着那个珊瑚树跑去找石崇说：你看我有这个东西，你有吗？那石崇看一看，就拿起铁如意，如意就是以前用来抓羊的那种不求人用铁制作，啪就直接把那个珊瑚树给打爆。那有人说：你怎么羡慕我？见笑转生气，就把这宝物给砸破了，你赔得起吗？然后石崇就说：对啊，我砸破你宝物了，这样啊，我赔你一个好了就把他给带到家里面去，就发现石崇家有超级多的珊瑚树，每一颗都比他拿过来更大。OK。你刚刚那个拿过来的对，我砸破了，砸破又怎么样？大不了赔你一个。对啊，你爱哪一个？你拿最大颗那个，我都让你赔回去，证明说石崇真的非常非常有钱。有钱人你看，的确就会可能去买一些什么古玩啊、字画、奇珍异宝啊，就好像那个什么钢铁人跟布鲁斯韦恩啊，每次就会开一大堆车放在他的车库当中，他每一样都有开过吗？没有啊，但是本来那边就是爽啊，对不对？ What are your superpowers again?I'm rich. 所以我觉得电视剧提到赵云看到珊瑚之类的，其实是完全有可能办到的。但请注意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周瑜
对孙权在历史上的一个提案，就是说我们把刘备怎么样请到山东来之后呢，给他盖大房子，给他美女，给他玩号，消磨他的志气。而且呢，重点是他人在江东之后怎么样呢？他就跟关羽、张飞分开来嘛，对不对？之后呢，我们呢就可以趁机离间他们。怎么个离间法？就是跟关羽、张飞讲说：哎呀，你们的好主公啊，在我们这边如果你们闲着没事干的话，反正我们的主公孙权跟你们家主公的刘备是好兄弟啊，所以我们家孙权的命令就等同于你们刘备的命令。现在我命你们去攻打什么地方？你说关羽、张飞要不要答应？你说不答应吗？注意哦，刘备还在我手上，你们两个敢不答应是不是？你们要小心一点了那如果答应的话，对嘛，答应就对的嘛，对不对打曹操啦打哪边啦我们指哪打哪啦。周瑜就提出了这个提议，这个叫做挟刘备以令不成啊。没错没错当时孙权是考虑说，曹操在北方是我们的重要对手，我们这个时候应该广纳人才，集合大家的力量去对抗这个强敌。我们怎么还那个内部起哄呢？对不对？而且就算我真的把刘备请来江东，你自己也说他是枭雄啊，不肯久居于人下，这招真的好用吗？如果好用也就罢了，要是刘备他不甘居于人下，他摆在江东，他会闹出多大的风波？我孙权不是自找麻烦吗？对不对？OK， 所以孙权说：驳回，我不接受这个提案。反而是孙权在史实上是拒绝这个提案的。对，所以接着奏乐，接着舞，其实在史实上是没有机会成立的，因为孙权不给钱。那其实周瑜这个提案后来连刘备都知道。根据《江表传》，有一次刘备就跟庞统两个人聊天，因为庞统早年曾经在周瑜底下工作过，所以刘备就问庞统说：哎呀，我曾经听说过你是周公瑾的公曹，就是他的部下。那我曾经听闻过周瑜打算在我当年拜访孙权的时候把我给扣留下来，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我想请你帮我证明一下。结果庞统回答：对，是真的，真的有这个提案。然后刘备那时候就立刻感叹说：唉，当时我这个战况危急毕竟当时刘备势力比较弱小，面对曹操这个强敌，我实在需要孙权的帮忙，所以不得不往，就是我明知有危险，我还是得去孙权那边一趟。当时诸葛亮呢就劝我千万不要去，而且不管我怎么说，哎呀，现在真的很危急要跟孙权建立一个好的盟友关系诸葛亮就一直表示说，不要去，不管你有什么样正当的理由，你千万不要去。如今看来，英雄所见略同，看来诸葛亮早就知道周瑜的提案。那也幸好，我猜孙权觉得说曹操太过于棘手，于是就把我给放回来，希望我们可以互相孙刘联盟，共同稳固对抗曹操嘛，对不对？我才可以逃脱升天。如今我回想起来，其实我前往江东的这个计策还真的不是万全之计意思就是刘备认为说我下了一招险棋，如果孙权真的想说，你这个提议好对，给他盖大房子，那说不定刘备也真的只能被迫接着奏乐接着舞了。 OK， 那我就蛮好奇的，在历史上有没有类似这种沉溺在温柔乡之中的这种案例嘞？好 OK， 还真的有，而且是发生在三国时代以前，也就是说这个案例说不定就是周瑜作为计策参考的来源之一。当然我要先说好，这里面的案例它并不是被有心算计的，它是一个时势使然所发生出来的结果。以前的历史课本会提到说，东周这个时代是个乱世，那这个乱世又分成前半期的春秋，后半期的战国。那春秋时代呢，有5个诸侯实力特别的强大，所以被人称之为春秋五霸。非常有意思的是，春秋五霸其实各个版本讲的5个人不一样。不就是那个最经典的什么齐桓公吗？齐桓公一定有。为什么叫做春秋五霸？霸什么意思？当时对霸主的定义叫做尊王攘夷。什么意思？就是你要遵从周王室，然后你要去抵抗夷族，也就是那些外族嘛，对，入侵，叫尊王攘夷。那齐桓公有没有做到？齐桓公有做到。他曾经打败过北方的边境民族，也曾经威吓过南方的楚国。楚国在当时还是边疆民族啦，所以有遵从周王室，又有做到攘夷，所以齐桓公就是第一个春秋五霸。可是除了齐桓公之外，接下来有3个人，大家对他们的定义就不一样。像我早年听过一个版本，就是齐桓公还有一个人是谁？楚
庄王。此时就有人跳出来说：“等一下，春秋五霸要尊王攘夷，你看楚国，他甚至连君主都称王了。你要知道，以前只有周天子才有称王的机会。OK， 楚国都称王了，他跟周天子对着干啊！结果楚庄王的确是当时实力最为强大的诸侯，但他一点都没有尊王攘夷啊，他没有尊王嘛，他也没有攘夷啊，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夷啊。没错啊，你怎么可以把他列为春秋五霸之一呢？所以春秋五霸当中有3个人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我刚刚不断有提到说，春秋五霸齐桓公当之无愧，有3个人存疑，那还有一个啊，1+3等于4嘛，是还是还有一个吗？那一个跟齐桓公一样，完全不会被质疑，也是春秋五霸之一的，叫做晋文公。那晋文公的名字叫重耳，他最初是一个诸侯国，是晋国的公子。所谓的公子就是指说晋国当时最高地位就只能到公爵，公爵的儿子叫做公子。也就是说重耳这位公子他其实是有机会接班成为晋国的君主的。结果晋国呢发生了内乱，而国家待不下去了，所以重耳就怎么样，开始逃出去国外。他当时流浪在很多国家当中，逃着就逃到了齐国。齐国的君主是谁呢？就是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那齐桓公就说：“我觉得你是个人才啊，那留在国内吧。既然你是个人才的话，那我帮你娶一个妻子，我还给你盖房子，然后里面呢钱财你尽管找我要，就好好照顾你，因为我很欣赏你。” OK， 那重耳就想说，逃了这么久，总算有个地方可以好好安居乐业了。于是呢，就开始跟他的齐国的妻子怎么样，过着非常浪漫幸福的生活。说到这边，你有没有觉得怎么样？我还蛮好奇到底是有多浪漫多幸福啊。幸福到什么地步？就是其实重耳出走的时候，他是有跟着一大堆的智囊团。 OK， 那些智囊团跟他是有一些过命的交情。那些智囊团过程当中，你不能跟他说我们待在齐国要待多久啊？我们的目的是逃难，等到晋国的局势有利于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迎接你成为晋国的新任君主，为此我们甘愿离开家乡，跟着你从而四处流浪。结果你一直待在齐国，你不走是什么意思？拜托你赶快回去好不好？你不要再待在齐国了。结果当时重耳怎么回答？重耳就说：“哎，你看啊，人生在世也不过短短几十年的光阴，我们呢已经逃出来，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了，这么辛苦，我们为什么不把握这样子愉快的日子呢？对不对 ？OK， 有没有越来越像电视剧演的？我们把它给套用一下，就是主公，你不可以再这个样子啊！混账！我逃了半辈子，还不能享受吗？不觉得完全可以套用到起来吗？对不对？是。那当时啊，这些智囊团最后就开始聚集起来说：“哎呀，我觉得他没救了啊！”就是讲了个半天哦，都不肯走啦。当时分成2派，第一派的人是说他不肯走了怎么办？不肯走，我们自己走，我们不要跟着这没出息的家伙。是，因为我会出来，是指望你有一天回去晋国当诸侯，我跟着你平步青云，我才不要跟你当异乡的富家翁。你没前途嘛，我跟着你干什么呢？是，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只是说他不肯走怎么办？绑也要把他绑走啊！他不走，我们没前途啊！把他嫁离齐国，逼着你必须得继续逃难，带领我们重返晋国，让晋国great again， 晋 great again。不管怎么样，这一段谋划啊，就被一个宫女听到。那这宫女是有为重耳的妻子，就是那个齐国女子服务的，所以那宫女就去告诉齐国的妻子，然后那个齐国的妻子听到就说：“你不要做声，我来处理。”结果这个齐国的妻子做了什么事情？就把智囊团找过来，就说：“我知道你们的计划。”然后智囊团就想说：“天哪！你知道我们的计划，不管是我们打算落跑，或是我们打算绑架你老公，你这样跟我们说是什么意思？不会要找我们算账吧？”结果这位齐国妻子说：“我觉得你们讲的是正确的。我的老公如果再继续困在这边的话，他就只是一个很会享受的废人而已。所以为了他好，我宁愿他离开我。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带离齐国。怎么带离齐国呢？我会找个机会，拼命的跟他说：老公，再多喝一杯嘛，接着奏乐，接着舞嘛，对不对？把他灌醉之后，我们就把他给绑架带离齐国，从此以后不要再回来了。事情也的确这么照做。后来重耳被嫁离齐国之后，酒醉总会醒嘛，醒来就说：我在哪里？我是谁？当时智囊团就说：啊，你已经被我们带离齐国了哈，你是回不去了啦。来，我们继续接着流浪，有机会重返晋国。重耳还非常生气说：放肆！信不信我杀了你们？结果这些智囊团就说：如果为此你要杀我们的话，我们也认了，你要杀就杀吧。然后此时重耳举起剑来，就把剑抛在地上说：哎，算了，
我是回不去了。既然都回不去了，我还把智囊团全部给杀了，我不是自讨苦吃吗？是啊，是啊。所以从而也算是拿得起放得下，就说过往是我的不对，接着流浪吧。那后来从而他是历经10多年的流浪之后，终于有机会重返晋国。他后来就是晋国非常有名的君主晋文公。晋文公在世期间，又再度击败了南方的楚国，捍卫周王室的安全，所以他是毫无争议，又有尊王又有攘夷的春秋第2霸。我们透过这个故事就会看得出来，对，历史上的确是有成立温柔乡的案例，但跟《三国演义》不一样的是，《三国演义》的周瑜是有心算计，就是给他盖大房子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齐桓公对重耳的举动是怎么样呢？我想要照顾你嘛。对啊，我觉得你很有前途嘛，对不对？那你来我这边效力嘛，对不对？要效力当然给你大钱啊，对不对？而是不是有意害呢？我相信齐桓公不太有这个意图啦，他顶多就是我很欣赏人才，所以我拿钱给他花。请问我错了吗？就好像今天XXY你家公司说，我就是很欣赏你，我给你钱，月薪20万，难道我错了吗？我为XXY在信义区买个豪宅让他住，里面多置美女完好，你要不要用那是你家的私人，反正人家帮你准备好。OK， 难道这样子错了吗？你觉得这样错了吗？我会觉得有意图啦。对，意图就是希望你在这个公司继续好好干下去嘛。对，如果是你家公司做的，那当然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今天是你公司派你去南部出差，南部的公司说，我觉得XXY是个人才，如果他回去他们家公司的话，会带领他们家公司蒸蒸日上，到时候我们家公司就危险了。这样子好了，为了让XXY不要回去，我们在高雄爱河旁边帮他盖一个大大的摩天轮以及建筑物，让他住在里面，然后每天给他高雄的美女玩好。你要不要用是你的事，人家帮你准备好了。OK， 然后给你钱，花不完的钱，让你回不去。这个比较像是《三国演义》或是周瑜在《三国志》当中所提出来的版本。好，以上呢这个就是我们介绍有关于接着奏乐接着舞背后的真实历史故事啦。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你有什么想法？如果换作你是刘备的话，你也会这样子继续爽下去吗？欢迎在底下留言，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哦。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拜拜。